害我这个老板，现在的女生其实已经越来越不排斥 AA 了，甚至是会说，那我们就轮流请客啊，也是一种很好的约会方式。可是我发现女生其实是很怕遇到小气男的，到底小气男有多可怕呢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我们收集到一些真实案例，大家一起评评理，这样到底算不算小气啊？案例一是跟那个男生说好，无论吃什么我们都平摊，这样不错嘛，就是事先讲好嘛，反正不管吃什么我们就都平摊就对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吃了1680，然后他直接去尾数就给我800，一次就算了。然后第二次我们就吃了1280，他又给我600，这个男生他是不是觉得几十块不重要？可是不应该是他自己去啊，自己去啊。正常应该会是，如果我要付，我就会说，给我600就好了。对，应该是会这样嘛，就是有付的人会说，那个算了，尾数不用了。好像不是可以你自己先去尾数的哈。对啊，没看过，至少你没遇过这种吧？没遇过，太主动了吧？主动去尾数，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这样，他不算服务费。为什么？就是那10%，他就让结账的人结了，然后他就只有我们总共吃这样1000，然后他就给你600，可是还有一个10%服务费，有些人会没算到那个部分，那就继续把它要回来啊。所以你会跟他说，还有40没给我，会啊你是会，你会直接讲，少40所以其实打直球就好了嘛，对，根本就没有必要就很委屈的出掉，然后再想说怎么每次都给我去尾数，其实直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会觉得他是不是身上没有算到，可是如果他每次都这样，我觉得你不要每次都少给我好不好？直接讲就好了。或者是我会直接让他付，直接变成我是那个，你变成你给他600的人你也会去尾数吗？看他前面欠我多少分开扣。上次40，这一次换你40，公平。所以每次跟他吃饭要记账就对了，好累。跟你们说，我遇过那种更夸张的，我们2个人去吃4980，然后他给我2000，他把980去掉了，去太多了吧。刚刚去尾数是去2位数，他去3位数哦。他的脸皮也太厚了。对啊，所以去尾数男是真的存在的，只是他是去2位数还是3位数的差别哦。我遇过去3位数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还是他刚刚没有发现是4980，他是以为是4080嘛。然后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很瞎，因为说好平摊就是平摊啊，平摊就是不要去尾数除以2哦。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己去尾数啊？好没礼貌哦。而且4980听起来就是5000啊。对，就是5000，你是不是应该拿2500出来说不用找了？对啊，可能还大气一点。如果是我就会这样，我可能就会拿2500给对方说，那个零钱不用再给我。就是怎么会自己去尾数980啦？去太多了，奇怪让他买东西杀价就这样，去后面都去掉。他有在跟老板砍尾数哦。然后案例2是跟一个男生讲好，我们出去就都轮流请客，我们算是蛮有话聊的。后来发现轮到他请客的时候，他都请那个399、499的小火锅。然后有一次换我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吃1-2000的牛排。我突然觉得他是不是都靠这样在吃美食啊？这个就是吧，他来骗吃骗喝。对，这是不是骗吃骗喝啊？多交一个朋友呢，就可以多吃一点美食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有点奇怪。我觉得如果他有预算问题就算了，就大家讲好都不要吃超过500、600的。可是好像轮到他自己，他就吃399、499，然后轮到你，他就约你去吃1-2000的。如果2-3次应该很明显了吧？哇，这是他的计谋啊！对，好烂的计谋，还是他能骗你3次就3次，然后再换下一个，用这种方式一直找别人当分母。他是有多爱吃东西啊？他其实是个美食狂，他有个美食专栏，有没有？然后案例3是有个女生认识的一个男生，然后他看到了他租房子的地方，说干嘛租那么贵的房子啊？租金不用花那么多钱啊！哎呦，你住太贵了啦！然后呢，就找朋友来教这个女生怎么样去找到便宜房租的房子。然后那女生整个想说，我住得好好的，你干嘛来管我要付多少房租啊？他想说我住得很舒服，他还爱找谁了啦？因为重点是他也没有要找他来一起住啊，或者是也没有要你平摊房租啊，就是关你什么事啦？就是聊天而已，好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他认真看不下去是不是？这样存不到钱，哪有人住那么贵房子的？我教你啦，是不是这样？好烦哦！这是我的钱呢，你管我怎么花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界限的行为，他的钱不归你管，可是你却动手去管，所以这个叫没有界限男。大家要注意到这件事，是他没有界限。可是男生可能会想说，我想帮你省钱，怎么了吗？我真的关心你啊，你这个就是 CP 值不高的地方啊，关你屁事啊！真的关你屁事，真奇怪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像有一些网友分享过的案例，可能跟一个男生刚暧昧约会啊，然后结果陪他去买个什么专柜的粉饼啊，或者是口红啊，然后结账的时候什么1800，然后男生就吓到说，你都用这么贵的化妆品哦，那你这样会不会都存不到钱？他们没有想到那些东西那么贵，然后就把男生吓到了。我觉得好像有点类似这种。对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遇到一个就是更烂的，因为我朋友喜欢背名牌包，然后呢，那个男的就说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，不是买名牌？然后他带他去夜市挑那一种仿冒，所以是类似的状况，只是从房租变成包包。你买这个太贵了，我带你去买这一家 CP 值很高的包包，背起来也是差不多，一模一样的哦，一模一样也太扯。到底为什么男生要管女生这些事啊？他又没有花你的钱，真的？为什么？还是你们真的只是觉得看不下去，就是真的不要这样乱花钱？我只是在教你要怎么样精准的用钱。自己说我都觉得怪，我觉得我爸妈都没意见了，你意见那么多干嘛？管太多了啦。对啊。
这种就是金钱观不合，其实就是不太适合交往啦。所以女生不要在这种时候自我怀疑，我是真的太会花钱了。就是金钱观不合，其实交往下去都不太幸福。案例是看到你都喝星巴克一杯210，就忍不住念你太浪费。这个跟刚刚那个化妆品类似。不过我们看到有个网友他是分享说，以前遇到一个男的，然后刚开始约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小七买咖啡，然后他就说哈，你连小七咖啡都点精品的，你这样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以后怎么存钱啊？大手大脚，大手大脚。等一下咖啡再怎么贵，顶多贵几十块吧，几十块不是就升级精品豆了？大手大脚，你的大手大脚是50元，我会觉得哇，他一定超小气哦，符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。所以这些真的是小气男的行为吗？还是他只是比较精打细算而已？没有，如果什么我生日他给我买什么打折品，我就觉得很烦欸。你要怎么知道是不是打折的？搞不好他自己讲啊，我买到打折的，打折快，真的 CP 值超高，送你，怎么办？还用他妈的礼券，真的是coupon很多的，然后还要凑双11次。他只是点个精品豆就被这样讲，他就整个觉得很翻白眼，再也没有理这个男生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过滤啊，金钱观不合、价值观不合、消费观不合都没有必要在一起。我记得我3年前拍了一部片，好像有被小编问到说，刚开始约会暧昧的时候，是不是不要背名牌包去啊？会不会吓到男生？我那时候好像是回答小编说，刚开始先不要好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可能有些男生真的会吓到。但是现在的我改变了，我觉得要吓到就早点吓到。真的不要就是1年后，然后你背了，或者是1年后他发现你会买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吓到，更烦。其实一开始就做自己就好了。如果本来你就是会买精品包的女生，本来你就是会买专柜的女生，那你就做自己吧。然后不合就早点不合，大家都彼此省点时间啦。所以本集分享的各种小气男，一是去尾数男，不管给你去2位数还是3位数的；2是轮流请客，但是自己只会请399，然后找你就要吃高级牛排男；3是管人家房租太贵的房租男；4是点个精品咖啡就被吓到要你勤俭持家男。以上4种哪一种你最受不了呢？你一定不会跟他在一起，还是通通你都没办法呢？请留言让男生参考一下，不要管那么多啦。本集推荐这些影片：男女交往金钱纠纷，男女交往到底谁该付钱？谈恋爱要 AA 制吗？都可以延伸参考一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